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金基德执导、徐晴、金如哲主演的韩国情色电影《漂流浴室》。该片讲述的是一个哑女为爱与杀人犯在一起的爱情伦理电影。影片开始，清晨泛着雾气的湖面上漂浮着很多船屋，这些是提供给留宿钓鱼人的船屋。看着停在湖面上的小房屋，一间间显得有些简陋。女主哑女像往常一样，带着新来的客人小金去了湖面的船屋，并给其他客人送去食物。做完这些，便躺在小船上睡着了，任由夕阳照在自己身上。傍晚回到家中，哑女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。镜子中的自己显得很迷茫。随后，她带着东西开船给那些客户送去。来到一个船屋旁，3个人正在打着牌，其中一个男人笑着将哑女带到了屋内，拉上了窗帘，对着另外2人相视一笑，而2人也露出了男人都懂的表情，似乎对这样的事情早就习惯了。不一会儿，男人和哑女出来了，男人嘲笑女人是个哑巴，并把钱直接扔到水中，而哑女只是恶狠狠地望着他，随即便将出卖身体的钱捡了起来。而这一切都被小金看在眼里，有的时候不能说话，就有很多情绪发泄不出来，偏偏今天还有人为此嘲笑他。回到家中的哑女越想越生气，她看着鱼钩，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恐怖。这天夜里，男人出来方夜，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的异常。突然一双手出现，直接将男人拉进水中，好在同伴及时出现，将男人救了上来。而这时，哑女却回到船边，只见她手上拿着锥子，依旧是那副凶狠的眼神。另一边，小金在梦中又回到了杀人现场，看着倒在血泊中的2人，直接被惊醒。原来，小金是一名警察，在一次执行完任务回家时，撞上了自己的女人同情，暴怒中直接将2人杀死，随后便逃到了这里。想起自己的妻子，小金抱头痛哭，抱怨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。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哑女看到，虽然哑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小金悲伤的样子却深深地吸引了哑女。到了晚上，想不开的小金准备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在一旁的哑女在水中一直注视着他，看到小金准备自杀，便连忙拿锥子刺伤了他。突如其来的疼痛将小金吓得连连后退，就连手中的枪也掉进了水里。小金知道是哑女想要救他，才故意这么做的。小金觉得哑女一定是喜欢上了自己。第二天，小金看着哑女在岸边荡秋千的样子是那样的妩媚，是个男人都会对此动心。而小金怎会受得住这样的诱惑？于是他使出了自己的泡妞手法，他用铜丝折了一个玩具送给了哑女。哑女从来没有收到过礼物，一时间她的内心也骚动起来。她将玩具放在窗边，每当看到礼物，心里都会暖暖的，潜意识里对小金的感情急剧升温。哑女也会时常挑逗小金。忽然有一天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哑女待在家里属实无聊，也许是这场大雨勾起了她伤心的回忆。于是她开着小船，带着酒来到了小金的船屋旁，2人一边淋着雨，一边喝着酒，彼此间也不说话，但却心知肚明。都说酒是感情的催化剂，酒过3巡后，小金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身体，直接把哑女按倒在地。也许是动作过于粗鲁，让哑女极力的反抗，或许这并不是哑女想要的，于是哑女一脚把小金踹到湖里。回到家中，哑女越想越觉得很过意不去，就帮小金找了一位小姐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姐来了，哑女把她送到小金的船屋。小姐刚进屋，就火急火燎地脱衣服，想要速战速决，却被已经醒酒的小金阻止了。2人竟然喝起了咖啡，聊起了人生。交谈之余，小金用铜丝又做了个自行车，还顺手修好了小姐的戒指。深受感动的小姐跟小金纠缠在了一起。由于小姐一夜未归，她的男老鸨找了过来，2人还差点大打出手。几天后，无聊的小金正在钓鱼，却听到屋外有动静。出门一看，原来是上次来过的那个小姐。小姐说今天是特意来看小金的，并表示出对小金的爱意。而这一幕却被哑女看在眼里。这天晚上，2人狠狠地发泄了一番。可正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旁边的木板打开了，满眼妒忌的哑女恶狠狠地看着2人。第二天，小金打算给小姐钱，却被拒绝。小姐表示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小金，而并不是为了钱。最后在小金的坚持下，小姐只好无奈收下了，而转眼就把钱给了哑女，并感谢哑女为她牵线，请她一定收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金突然发现有警察来了这里，吓得他连忙拉上窗帘。警察的到来瞬间唤醒了他，于是小金再次想到自杀。
他拿起鱼钩准备吞下去，好在哑女及时出现并救下了他。此时警察已经搜寻到这里，机智的哑女让小金躲进水中。等到警察离开后，哑女用鱼线将小金拉了上来，紧接着将小金口中的鱼钩摘了下来。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后，哑女终于按耐不住自己的身体，她解开了小金的衣服，两个人终于在一起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在哑女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小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。可没过几天，那个小姐又来了。现在的哑女已经将小金视为自己的男人，怎么可能忍受他和别的女人有染？于是哑女将小姐绑了起来，送到了一间空船屋里。晚上，哑女心满意足地躺在了小金的身边，幸福地睡去。晚上，被绑的小姐想要逃走，可不小心掉进了水里，因为手脚被绑，无法自救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次日，哑女想要放走小姐，却发现了水面上的尸体，无奈之下，将她拴在电动车上，直接沉入了湖底。很快，小姐的男老鸨又找上了门，他以为是小金私藏了小姐，直接开着船上了小金的船坞，二话不说就和小金打了起来。打斗间，小金把老鸨踹进湖里，只见他扑腾了几下就沉入湖底。原来是哑女在水中拽住老鸨的腿，活活将他淹死了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两人搬来一块电瓶，将老鸨拴在电瓶上推入湖中。次日，小金想要去自首，趁着哑女睡着之际，独自一人划船离开了。其实哑女早就醒了，她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，表情复杂。她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，自己深爱的男人要离开自己，那自己何必不活？只见她拿起男人的鱼钩，打算自残。湖面上响起了哑女撕心裂肺的叫声，而小金听到声音后，连忙掉头。等赶回来时，哑女洁白的长裙早已被鲜血染红，随后便掉进了湖中。好在小金看到了挂在哑女身上的鱼线，急忙拿起鱼竿收线，将哑女救了上来。看着险些丧命的哑女，小金心疼地流下了眼泪。他将哑女搂在怀中，随后为其摘下鱼钩。小金也像哑女照顾自己一样的照顾着哑女，两人和好如初，日子也过得很甜蜜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一天来了两个客人，一个土豪和他的小三。土豪在钓鱼时将自己的金表摘下放在一边，但小三不小心把金表踢进了湖中，土豪反手就是一巴掌。看来金表确实不便宜啊。随后土豪找来了打捞队，谁知金表没捞上来，反而是将小姐的尸体捞了上来。眼见事情已经暴露，哑女连忙将船上的马达拆卸了下来，安装到船坞上，两人就这样逃之夭夭了。然而影片结局却是很悲凉，哑女的尸体出现在被凿沉的船坞上，而小金却独自上岸。生无可恋的他最终选择了自首。爱情是什么？是轰轰烈烈，是长相厮守，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，但绝不是杀人的理由。为爱杀死无辜之人，那已然是错误的开始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